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 KKR 和 Francisco Partners 正竞相收购 Instructure 公司，该公司是美国教育软件供应商，市值34亿美元。Instructure 大股东 Thoma Bravo 尚未同意出售。接下来这条，三星电子第二季度利润预计增长13倍。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劲需求推动了存储芯片价格反弹。接下来，华尔街重新调整投资组合，因担心拜登在与特朗普的辩论后退出连任竞选。如果拜登退出，投资者正准备应对美元和短期债务飙升的风险，与特朗普当选相关的资产可能会受益，包括强势美元和更高的美国债券收益率。接下来这条，沙特阿美和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研究对澳大利亚石油巨头 Santos Ltd 的潜在收购，以增加海外天然气投资。接下来，油价下跌，因美国就业和商业活动数据弱于预期，表明全球最大石油消费国的经济可能正在放缓。下一条，亚洲股市周四上涨。此前，美国股市创下新高，因经济数据支持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。下面这条，受美联储加息可能性降低影响，亚洲股市创27个月新高，债券和大宗商品走强，美元走弱。英国大选和法国选举引发市场关注，美国经济数据疲软，推动美联储9月降息预期升温。接下来这条，斯里兰卡与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，涉及126亿美元债券，为该国完成债务重组迈出重要一步。下面这条，澳大利亚将把最高机密情报数据转移至亚马逊云端，此举将提升与美国国防力量的协同作战能力。澳大利亚信号局还将加大对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中的应用，以构建澳大利亚境内最高机密数据中心。下一条，伯里尔飓风导致牙买加屋顶被掀翻，巴巴多斯渔船受损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2个岛屿 95% 的房屋受损。飓风在造成至少7人死亡后向开曼群岛挺进，并瞄准墨西哥加勒比海岸。下面这条，比亚迪在泰国开设了一家电动汽车工厂，这是其在东南亚的第一家工厂。泰国是电动汽车的快速增长地区，比亚迪已成为该地区的主导者。比亚迪的工厂是投资热潮的一部分。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在中国政府的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帮助下，在泰国设立工厂的投资价值超过 14.4 亿美元。接下来这条，俄罗斯针对法国发动虚假信息活动，如涂鸦和假冒征兵宣传，以破坏法国的团结和政治局势。这些活动与俄乌战争相关，旨在煽动分裂和不安。下面这条，到2040年，日本将面临近100万外国劳工缺口，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。尽管日本外籍劳工人数不断增加，但增长速度低于预期，导致需求缺口扩大。日本正在放宽签证限制，以吸引外国劳工，但仍需加强努力，以保持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的竞争力。接下来，汉莎航空将于明年初考虑将对意大利 ITA 航空公司的持股比例提高至 90%， 但希望意大利政府仍保留一定股份。最后一条是，日本东证指数突破泡沫时代高点，创历史新高，表明涨势基础牢固。除一小部分股票外，买入势头已波及更多股票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